一天聊要不要跟我一起的话，我说不已经死了。镜头前说到发抖落泪，就是因为被恐怖情人跟踪尾随，前男友不断骚扰，严重影响黄小姐的生活，她还因此迁居美国。想讲话吗？不是叫我不要预设立场吗？我们出来一下。大马路上拦车，说什么就是不让前女友离开。这名男子也是分手后出现种种脱序行为，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约会暴力的问题。随着青少年探索恋爱关系和性行为，也有许多的青少年在约会当中经历到约会的暴力，包括身体的暴力，被殴打或被踢，包括情感的暴力，受到威胁或欺凌，或者是伤害自我价值，也包括性的暴力，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性行为，也可能被跟踪，这可能会被吓到，或者以其他方式来骚扰或威胁。这些经历或情感暴力的青少年，可能在学校的表现都会受到影响，也有可能患有心理健康和行为的问题。跟青少年约会暴力相关的因素包括父母的因素和同侪的因素。受父母因素的影响，包括青少年在家中遭受到父母亲的虐待，或者是观察到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而在约会期间施展出来他的暴力。青少年与父母能够比较良好的沟通的时候，也会减少他们在约会当中的暴力的产生。青少年的同侪也很重要，青少年会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如果能够得到同侪的容许或甚至是纵容的话，在约会当中的暴力的行为就会更加的普遍。当青少年出现反社会行为，譬如好斗、使用毒品，在没有学校当中建立优秀的形象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因为挫折或是表现没有很理想而表现出来约会暴力的情形。由于约会暴力给受害者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忧郁、反社会行为和药物的滥用，因此有很多的学者就制作了小册子来教导青少年跟他们的监护人了解约会暴力的知识。在接受治疗之后的青少年受到约会暴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且一般受到虐待的情形也有所改善。我们在整理约会暴力的各种情形的时候，制作了一个约会暴力的量表。在这个量表当中的几个比较重要值得大家关切的问题，包括约会的对象是否会刻意的查看你的手机、简讯、通讯软体或者是电子邮件。譬如在这个图中，男生跟女生在餐厅或者是聚会的场所，女生想要去洗手间，男生就说要不要把包包放在这里，而女生当然就留下她的包包，由男生来照顾看管。但是男生呢却查看女生的手机，而且看得非常的仔细。等女生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发现觉得非常的不高兴，觉得男生的行为是过分的，而男生也非常的生气，要质问手机当中的其他的联络人究竟是什么人。这对于这个约会当中的男生跟女生来讲，这其实就是一个约会暴力的其中一种情形。另外也很可能约会的对象会跟踪、监看，或者是到教室、住处打
公上班的地方来堵、来骚扰。在这个途中，女生的教室里，男生出现，而且呢，很可能不是第一次，引起同学的注意，并且也让女生觉得非常受到威胁。或者是我们也看到，在上班的地点来跟踪、监看，工作的同仁也有所发现。那么这对女生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同事甚至于建议是否要申请保护令。当然，还有3项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够受到重视，那就是约会的对象会羞辱、辱骂，或者是做一些事情让你难堪，或者是使你觉得自己很糟，或者是他会对你拳打脚踢、压制，或用木棒、皮带、物品打你，还是他曾用刀子、利器伤害你，或让你无法呼吸的行为。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约会暴力。我们也看到，当你不顺从对方的时候，他威胁你，譬如威胁要分手、自杀、伤害、揭露秘密、公开裸照等等。譬如说，男生跟女生要分手，女生提出分手，男生问为什么，而且自己愿意改。女生认为不合适，男生就提出如果要分手，我就从这里跳下去的这样的威胁。也有女生认为要分手，男生说你不怕我公开你的裸照，那就分手吧。这也是一种约会暴力的形式。从以上的几点，我们看得出来，约会暴力的发生与很多的因素相关，包括父母亲，包括同侪，也包括社会的一些观点跟条件。要预防与减少约会暴力，应该从这些迹象去观察，早期发现，避免或者是减少与这些特质的人约会，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免于受到约会暴力的影响。